今天要分享用芋头和高丽菜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素食家常菜料理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农历8月中旬是秋粮收获之际，古代秋报祭土地神的日子。台湾人会在农历8月15中秋节的这个日子呢，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，用芋头炒米粉、月饼、寿金、挂金、土地公金等等来祭拜土地公，感谢神明保佑才有丰硕的收成。台湾人有句俗话说：假逼婚哦，午后讨咯，祈求神明保佑能得到一份好的职业。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istin。今天我就要用芋头和高丽菜来做一道古早味的蚵仔米粉菜。准备1颗握在手中大小适中的芋头，把芋头削皮，把芋头对半切，把芋头切厚片，把芋头切成条状，这里比较宽，可以先切一半。今天的芋头用半颗就够了。把芋头放入盘中，准备5朵干香菇，用过滤水清洗1-2遍就可以了。把香菇身上的灰尘洗干净。放入碗中，用温水泡软，盖上保鲜盒盖子，把空气抽出来。准备1颗高丽菜，你们看这颗高丽菜好大颗哦，我在菜市场买这1颗才台币40元。今天用3片，从高丽菜的尾部切开。然后剥下来，先把高丽菜拿去清洗。高丽菜洗干净了，先把梗的地方切下来，先对半切，再切条。叶子的部分折一下。切条，把高丽菜的梗放入盘中，把高丽菜的叶子放入盘中。准备1条面肠，把面肠用手撕开，可以撕像这样子的宽度。把面肠放入盘中，准备2条腐竹，切成小段，把腐竹放入碗中，用温水泡软。准备半包的雪白菇，把雪白菇的根部切掉，把雪白菇剥散。把雪白菇放入盘中，准备1条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红萝卜去头去尾，把红萝卜切斜片，把红萝卜铺平，切丝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准备些香菜，把根部切掉，把香菜切碎，把香菜放入盘中。我在超市买的这包金针菇那么大包，1包才台币10元。把根部切掉。金针菇太大包了，很难切，分1半来切。把金针菇切碎，切好了，把金针菇的根部这里剥一剥。你们看这个金针菇的根部，你们会有密集恐惧症吗？我有一点呢，赶快给它捏掉。香菇泡软了，
把香菇的水分挤干，香菇的水不要丢掉咯，等一下可以用到。把香菇排一排，压一下比较好切。把香菇切丝，把香菇放入盘中，准备一个炒锅，开中火，放入多一点的油。油已经热了，把芋头放进来，半煎炸的方式，把芋头煎至表面微黄，炸成像这样子微微的黄色就可以了。你可以感觉到芋头现在变很轻，而且还有清脆的声音。把芋头捞出来，沥干油。用回原本的锅子，开中火，把金针菇放进来，把金针菇炒至金黄色。金针菇会出水，炒到现在它软化了，水分冒出来，继续再翻炒，让它变色。金针菇现在有一些已经变成金黄色了，这时候放入香菇。把香菇放进来，一起炒香。炒香香菇的同时，金针菇这时候就会慢慢变成金黄色了。金针菇变金黄色了，香菇也炒香了。这时候放入面肠，把面肠放进来，一起炒香。炒至面肠表层有点焦焦了，现在放入雪白菇。还有腐竹，把雪白菇和腐竹炒香，炒到现在已经可以闻到很香了。大约略炒一下，现在放入红萝卜，还有高丽菜，把红萝卜和高丽菜稍微炒软。红萝卜和高丽菜稍微炒软了，翻拌均匀了，现在放入水。放入1500 CC 的水，把芋头放进来，稍微把芋头铺平整，放入米粉，2汤匙的酱油从锅边淋入，1汤匙的二砂糖，香菇水倒进来。盖上锅盖，转小火焖。我大约焖了6分钟左右，翻拌一下。这时候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再补一些水进来。芋头都已经焖软了，一切就断。加完水后，再翻拌一下，最后加入乌醋，1汤匙的乌醋，把乌醋翻拌均匀，可以了。当我做完这道台湾古早味的蚵仔米粉炒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妙的事情。同样的食材，米粉、芋头、香菇，放在不同的国家，就可以变出不同的口味。光从外观看，就可以看出这是哪一个国家的美食。从食物还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文化。这盘满满蚵仔香的米粉，有着浓浓的台湾味。如果把米粉这个食材放在马来西亚，就会变成一盘米线、米线。大家想看米线的做法吗？想看的可以留言加1。好啦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记得免费订阅频道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